一时间，整个港岛的洪门成员都收到一个消息，那就是寻找刘家大小姐刘曼琼的下落。而绝大数人都想不到，刘曼琼此时就坐在洪门经营的夜店里。服务员刚把叶晨点的套餐酒水送上来，夜店经理也走上前，恭敬地说道：“2位贵客，我是本店的经理凯文，有任何需求都可以直接告诉我。”叶晨冲他摆了摆手：“行，你先去忙吧。”夜店经理连忙点头道：“好的先生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”说完转身回到吧台，手机立刻就收到了洪门发布的消息。当他看到洪门以门主洪元山的名义，要求全洪门弟子寻找刘曼琼以及一个年轻男性的线索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将消息汇报了上去。很快林教头便收到反馈，他要找的人此刻竟然就在兰桂坊洪门自己的夜店里。林教头不敢耽搁，立刻将消息汇报给了洪元山。洪元山听说之后，整个人大为震怒，冷声道：“这姓刘的丫头和那个不知名的小子可真是够带重的，他们绑了我的干孙子，竟然还敢到我的夜店里喝酒，真是在太岁爷脑袋上动土，不要命了。”钟云秋一听这话，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干爹，您赶紧让手下把这2个人抓起来，逼问出我儿子的下落啊！”洪元山摆了摆手，淡淡道：“这件事情不能操之过急，你别忘了，刘曼琼是刘家辉的女儿。”钟云秋气不过，厉声道：“刘家辉又怎么样？他不就是钱比我多一点吗？您难道还忌惮他不成？”洪元山冷哼一声：“我当然不会忌惮他，他女儿参与了绑架我干孙子的事情，这不就等于是才深夜敲门来送钱？我怎么可能放过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？”钟云秋恍然大悟，原来洪元山是想借机去敲刘家辉的竹杠。正如洪元山所说的那样，刘家辉的女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这件事情脱得开干系，而洪元山恰好又是自己的干爹，儿子的干爷爷，这也就给了他十足的借口去找刘家辉要个说法。到时候那肯定是要拿出一大笔钱来息事宁人的。想到这，钟云秋心里实在气不过，不禁暗骂：这个老不死的真是能抓住一切机会捞钱。我儿子出了事情，我不但要给他钱，他还要拿我儿子当个要挟别人出钱的理由，钱都让这老不死的赚完了。钟云秋心里虽然很是恼火，但此时也不敢有任何忤逆，于是便连忙问道：干爹，您现在怎么打算呢？洪元山哈哈一笑，站起身来，理了理自己身上的唐装，笑着说道：既然他们已经到了我的夜店，那就是瓮中之鳖，可以好好跟他们玩一玩了。说罢，他对自己身边的手下说道：通知林教头，让他先带人赶去夜店，但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只需保证对方逃不掉就够了，剩下的等我到了之后亲自解决。钟云秋惊呼道：干爹，您也要过去？当然，洪元山笑道：我不但要亲自去，还要把刘家辉也叫过去，我要让他当着我的面亲口告诉我这件事情，他愿意拿出多少钱来解决问题。钟云秋瞬间就明白了，洪元山这是要拿刘家辉的女儿要挟刘家辉大出血。可是他心中更担心自己儿子的安危，于是便道：干爹，子韬现在生死不明，我真的非常担心，无论如何得先让他们交代出我儿子的下落啊。莫急，洪元山淡淡道：越是这种时候，你越要沉得住气，现在罪魁祸首正在我的夜店坐着，这也就说明，如果子韬现在还安然无恙，那他一定不会有其他危险。但如果子韬已经遇害，现在就算把他俩杀了，也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你一定要等。等我把这件事情
处理出一个结果。钟云秋心里急得快要喷火，但此时也只能咬着牙点头道：好，我都听干爹您的。洪元山点点头，笑呵呵地说道：走吧云秋，我们一起去兰桂坊会一会那两个年轻人。此时兰桂坊浪潮 Club 因为收到消息，整个浪潮不再允许任何散客进入，许多在附近的洪门小弟也都迅速赶到这里支援。他们先把整个夜店的出入口全部把守了起来，以免叶晨和刘曼琼要逃走。而林教头也带着小弟飞速从红花岭赶了过来。叶晨此时坐在夜店的卡座内，无比淡定地拿起一瓶黑桃 A 香槟，问刘曼琼：曼琼小姐，喝一杯吗？刘曼琼有些紧张地摇了摇头：我从来不喝酒的。叶晨看着他，笑着问道：害怕吗？刘曼琼点点头：有一点。说着，刘曼琼问叶晨：我要不要把我爸叫过来？不用，叶晨笑道，等会儿肯定会有人给他打电话的。刘曼琼无奈开口道：实在不行就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，大不了回去被他骂一顿。叶晨微微一笑：别担心，今晚烂摊子肯定很多，但都不需要你操心。说着，叶晨给自己倒了半杯酒，浅浅地喝了一口之后，看了看时间，8点半了，想来也该到时间了。于是他掏出电话给万破军发了一条信息：兰桂坊浪潮 Club 来了之后不要着急露面，等我消息。万破军立刻回复：好的叶先生，属下这就过去，10分钟到。10分钟之后，一辆黑色越野车停在了浪潮 Club 的对面。车里一共有5个人，副驾驶上坐着的便是已经迈入暗境的万破军，而在副驾驶上的便是万隆店2大战王之一的陈忠磊。后排3人，其中1人是另一位战王陆昊天，剩下的2个则都是5星战将。万破军受命先来港岛，便将麾下2位战王也叫了过来，以免再遇到纽约狙杀安家的神秘组织。又过了几分钟，当林教头带人火速从红花岭赶到兰桂坊的时候，洪元山的劳斯莱斯也刚好抵达。林教头有些心惊，没想到洪元山竟然亲自过来，于是立刻推门下车，快速来到洪元山的劳斯莱斯跟前。这时洪元山与钟云秋也一左一右的下了车。林教头问洪元山：门主，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？洪元山笑道：财神爷安排人上赶着来给我送钱，我不亲自过来，怎对得起他老人家一片苦心？林教头瞬间明白了洪元山的意图，于是便问：门主，人应该还在里面，您打算怎么处置？要不要我这就进去把他们控制起来？洪元山笑道：哈哈，不必这么着急，先让里面的人开始清场，把那些无关紧要的人都请出去，然后我亲自登台给他们唱一出好戏。